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什么目标，也没有觉得自己会留下来工作，单纯就是来体验当留学生，享受加州的阳光，享受单纯的学生生活。这时候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脱离了父母的掌控，第一次踏出台湾的舒适圈，只想要头也不回，跑得越远越好。读书嘛，尤其是在美国留学的台湾人生活圈，大家都很有梦想和目标，总是谈论着要学到什么专业，要去哪间公司上班，未来要赚多少钱，然后移民美国。对于未来的目标本来就没有什么想法的我，就这样渐渐的被影响了。看着同学拿到实习的 offer， 进入厉害的实验室，我就像被海浪推着一样，也准备起了履历，准备进入实验室。好像我的目标渐渐的跟大家一样了，是同一阵线了。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。2020年 COVID 爆发了，学校催促着外国学生回家，会实施远端上课，原本留在美国实习或是进入实验室的计划就这么硬生生的被取消了。在台湾读美国硕士是很神奇的体验，日夜颠倒的上课时间，还要一边投履历找美国这边的工作，约面试时间也要很注意时差。其实我当时大可以放弃美国的机会，拿着美国的学历在台湾找工作，就可以继续待在舒适圈。但那时候觉得自己一定要拿到美国的工作，一定要在美国闯闯，这是我当时唯一的目标，也是我最想要达成的事情。时间过得很快，2021年我毕业了，也跑到矽谷工作，成为了网络上大家都在讲的矽谷工程师。但人生并不是童话故事，我也没有马上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开始工作后，我开始担心抽工作签证。第一年抽到工作签证后，开始想要办绿卡，目标达成了，马上就有下一个，永远都做不完，钱永远都赚不完，心里止不住的跟同侪比较，好像没有完成这些目标就比不上人，好像在矽谷就应该要跟大家有一样的目标，美国名校，进入大厂，得到绿卡，赚大钱，买房子。我也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觉得有点迷惘，好像来了美国之后，一直头也不回的跟着大家往前跑，有时候觉得很累，但当时也找不到可以说服自己停下来的理由。每个在矽谷的人大概都害怕坠落，然后我就坠落了。2023年，我趁着农历新年回台湾休假，一边跟家人聊着公司的福利不错，正在帮我办绿卡。我已经把公司的任务尽可能的处理好了，所以可以请假回家放假等等。然而飞得越高，摔得就越重。一封主管的讯息通知我被裁员了。这通知来得猝不及防，我主管也不清楚我的签证状态。我的美国梦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濒临破碎。当时正是科技业寒冬的开始，家人想要我留在台湾，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能在签证到期前找到新工作，而我心里也越来越迷惘，感觉自己曾经只是盲目的在追目标，原来美国梦可以说破就破。我怕了，害怕自己被根本不存在的声音嘲笑，于是拼了命的想要走在别人以为自己应该要走的道路上，以为这样就会被别人羡慕，以为这就是我真的想要的。结果这次掉出去的就是我自己。很幸运的，我在裁员后找到了新工作，一切好像又可以重回轨道了，就像遇到了乱流的飞机，最后还是会顺利的降落在目的地。但我还是很常在想，这个目的地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还是其实在我心里，在外面飞了一圈后，还是想要回到生我育我的巢。名校毕业之后，我害怕找不到工作，找到工作后害怕抽不到签证，抽到签证后又害怕被裁员，害怕不能办绿卡。然而我是真的想要离乡背井，在美国成为第一代移民，还是只是不想比输人呢？被裁员后第一次回家，是因为阿公过世了。家乡说实在没什么变，还是一样很常下雨。可能是之前总在追求目标，回台湾只是做暂时的休息，只是想要告诉爸妈我过得很好，我衣锦还乡了，反而没有好好看看家人的样貌。第一志愿的高中，第一志愿的大学，美国研究所，矽谷工程师。回过神来，我才发现爸妈老了很多。或许比起真的移民美国赚大钱，我其实只是想要让他们知道儿子有出息，很优秀。人一生想要的追求很多，时间越过越快，奔跑速度也会越来越快。当我想到要回头看时，好像反而有点忘记最开始的初衷了，好像跑得有点太快了，是该让心慢下来了。我想家了，所以我决定今年要再回家一次。一下飞机，潮湿的空气扑鼻而来，
我还没认真看看景色，就知道我回到家乡了。虽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但这里还是我最想要回来的地方。现在开始慢慢懂得以前妈妈跟我说的，你的根在这里，不论如何，你就是会想要回来的感觉。不管发生什么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我发现，并不是离家久了就会想家，而是在外地想做的事情完成了，便会开始想家。我在美国就像闯关游戏一样，过了一关又一关，想做的事情一件又一件的被打勾。虽然还没有全部做完，但我想，接下来的日子除了在美国多看看多体验之外，想家的时候就回家吧。我想家了，所以我回来了。